高丽末期倭寇发难，怪物肆虐，一群村民为了躲避战争而迁徙，半路遇到了啃食尸体的怪物。一个孕妇神神叨叨地向他走去，怪物却被她吓退。她的丈夫赶紧上前搀扶住她，而妻子摸着肚子叨叨着：“这孩子被不可杀诅咒了。”村民好不容易找到破屋休息，丈夫半夜醒来，却发现妻子不见了。他慌忙去找，却发现妻子上吊自杀了，而肚子里怀着的孩子滑出来了。神婆说，这孩子被不可杀诅咒了，而所谓的不可杀就是没有灵魂的怪物，所以也杀不死。和不可杀结仇的人，出生会带着诅咒的伤痕，不可杀会追着被诅咒的人直至最后。所有村民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小孩逐渐长大，不仅父亲抛弃了他，连村民也觉得他晦气，因为今年村里已经遇害第4个人了，尸体被吸干了血而亡，但内脏却完好无损，明显是不可杀的作为。最近更是严重到一晚上遇害2家人，遇害者家到处都是可怖的血迹。神婆说，不可杀找到那小孩前，每天晚上都会挨个敲门找人。村民觉得必须得杀掉那孩子才行。小孩慌张逃窜到结冰的河面上，河面裂开，主角掉了下去。死前的走马灯让他想起父亲抛弃自己的场面和村民嫌弃的眼神，但意识朦胧中有个人跳下水救了他。醒过来的小孩发现是个美丽的女子救了他，但此时村民又发现了他，将他围起来一刀砍下去，但那女子替他挡了那刀。小孩哭了出来，但村民还打算不放过他。一位将军路过，拦下了准备动手的村民，神婆便向他讲述了经过，但将军还是选择救那孩子，并给他取名叫活，意思是希望他可以活下去。神婆却说将军肯定会后悔的。将军不顾反对，带着他离开。活回头望着那刚刚救了他的女子的尸体。17年后，将军不仅将活培养成了专杀鬼怪的战士，还把女儿许配给他。而今天，他将带着活去斩杀国土上最后一只怪物。怪物居住的森林大雾弥漫，一个女孩独自在森林里哭泣。士兵上前询问，女孩露出了可怖的笑容。官兵突然自相残杀，将军发现女孩原来是头翼神，这种怪物可以控制人的思想。就在大家陷入混战时，活突然冲出，一枪射穿了头翼神，士兵们这才侃侃回神。头翼神被逼出了原形，凶残至极，但活还是杀死了他。立下了大功的活却还是闷闷不乐，因为活也在恐惧鬼怪会向他的下一世复仇。将军安慰他，下一世可以投胎来当自己的儿子，自己定会护他一辈子。活非常感动，尽管将军认为最后一只鬼已被斩杀，但活认为不可杀才是最后一只鬼。虽然从没人见过他，但发生在活身边的事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的存在。比如自己早产的女儿是个死婴，再比如自己的儿子双目失明，活从来不敢碰他的儿子，害怕自己把诅咒带给儿子。失去孩子的妻子觉得女儿是活害死的，准备杀了活，因为妻子可以通过血液读取记忆，活便把自己的血手贴了上去。妻子从他的记忆得知了他的过去，还有他一直忘不了的那个女子。活向妻子承诺自己会杀掉不可杀，解除诅咒，但他需要把儿子带在身边。妻子不放心，便随活一起去讨伐不可杀。活带兵来到了小时候的村庄，这里的村民依旧迂腐且胆小，企图通过献祭向山里的不可杀求平安。神婆认出了活，大喊是他召唤了不可杀。活带兵上山讨伐不可杀，村民们害怕他激怒不可杀，冲上来阻止。活在众人打斗中又看见了那个为他挡刀的女子，活追了上去，女子容颜依旧，没有死也不会变老，原来她才是不可杀。士兵向他射箭，活念及他曾经救过自己的恩情，替他挡了一箭，但女子却消失不见。活噩梦中惊醒，路过妻子的帐篷，听到了儿子的声音。儿子以为父亲不喜欢他，所以才不愿意碰他。活心头难忍，决定独自上山杀掉不可杀，解开诅咒。但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不可杀，等他下山才发现军营早已火光漫天，血流成河。我隐隐约约听到儿子的呼唤，追进了树林，只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儿子和倒在血泊的妻子。我抱着儿子，非常后悔，早知如此，他应该早点握住儿子的手。身后的不可杀一剑刺穿了他的胸膛，但活的灵魂顺着剑钻进了不可杀身体里。不可杀获得了灵魂，而失去灵魂的活变成了不可杀。活人如其名，将永远活下去。不可杀第1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更多精彩好剧关注我，带你下期继续。